嗨，大家好，我们这2天有幸提前体验了一下脑洞大开的生存建造游戏《幻兽帕鲁》。之前我们介绍这款游戏的时候，因为它乍一看奇葩的各种玩法，以及能把幻兽大卸8块煮了吃了这种可怕设定，娜娜给了它当时最低分7分。但我们这次实际体验了之后发现它比预想的要好玩，体验非常不错。因为要压榨幻兽干活，我捏了个黑心老板的形象，便跟娜娜一起进入了这个世界。用虚幻物构筑的世界谈不上惊艳绝美，只能说中规中矩哈，但整体色彩也还算鲜艳舒适，水流的表现效果也蛮不错的。生存方面有饱食度和温度要素，跟往常一样，我们先开始砍树挖矿但很快这些苦活将会交由幻兽们替我们干了。在游戏里，幻兽们称之为帕鲁，是英文单词 pair， 也就是伙伴一词的音译。为了在这个世界生存，你首先需要找个地方建帕鲁终端，并以此为中心建你的基地。帕鲁终端相当于你的帕鲁仓库，里面可以储存很多你抓到的帕鲁，你可以从中选5只进入你的队伍，跟着你一起外出探险打怪，同时可以再挑选几只作为苦工部署在你的基地里帮你干活。一开始你只能部署1只帕鲁当苦工，而升级帕鲁终端可以增加可部署帕鲁数量。要升级帕鲁终端，你就得完成终端发布给你的升级任务。终端升级任务其实就是一种指引，引导你建那些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设施，保证良好的游戏体验。这些设施是只要你的角色升到相应等级，就能花费科技点来解锁的，完成起来并不为难你。把幻兽当劳工帮你干活是这款游戏最大的特点，而相关设定和玩法比想象中好玩的多得多，相当有意思。你在基地进行的建造和制作都有工作量的概念，需要花相应时间去完成。稍微一发展，你一个人是造不过来的，需要安排帕鲁们帮你打理基地的日常建造和运转。而基地里所有的工作被统一划分为生活、冷却、放牧、砍伐等多达12种业务种类。比如小麦田的运营，首先需要有手工作业技能的帕鲁们把小麦田建出来，然后有播种技能的去播种，然后会浇水的去浇水。等小麦长熟了之后，会搬运的再把麦子搬运到附近的箱子里，以便能够被磨粉机所使用。还有收割是吗？对呀，还要收割，然后才能搬运。小麦在磨粉机通过浇水工作被磨成面粉之后，就可以在烤炉或者引火由会生火的帕鲁烘焙成面包了。做好的面包有些可以搬运到饲料筐里供帕鲁们吃饱让他们能更积极的干活。一部分可以放进冰箱里供我和娜娜享用，而冰箱则需要有冷却技能的帕鲁来照顾。所以光这一串业务，如果由我们人类自己去做，是要花天长地久的。更何况还有砍树、采石、熔炉锻造等数不清的其他工作。不同帕鲁有不同工作技能，并且每种工作技能又有每个物种天生固有的熟练等级。比如风戈龙不仅能烤火，搬运能力更是高达3级。此外，每只帕鲁又有各种被动特性属性，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战斗和工作能力。这是随机赋予的，即使同样的物种，每个个体的被动特性会不一样。有工匠精神、认真、结识大师等特性的帕鲁，就值得培养但那些什么偷懒成瘾、笨手笨脚、无底之位这种特性的，除非他战斗特性很好，直接拿去当强化帕鲁的原材料就可以了。为了易于辨认你还可以给帕鲁们改名。此外，帕鲁还有食量和散值设定。工作或战斗时，散值会慢慢掉落，散值低的话就会频繁出现小息或懈怠状态，所以需要让他们睡好吃好。给他们造温泉等设施也可以有效恢复散值，而给他们喂药提升他们干活速度等行为会让散值急剧下降。有正向思考特性的话，还能撑得稍微久一点。因为有娜娜在，我们的帕鲁散值只好保持在正常水准，所以未能确认散值掉到0会怎么样。随着你的等级提升以及游戏的进程，你会逐渐解锁不计其数的各种设施和物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运营。所以你需要去世界各地抓各种帕鲁来丰富你的帕鲁石，并根据当前基地情况合理调配和优化你的帕鲁劳工团让基地高效运转。这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所以你不能只是因为哪个帕鲁长得可爱就把它放出来干活，知道吧？可以呀，赏心悦目也是一个工作呀。你不能用好看的帕鲁，比如把当时唯一会洒水的企鹅给替换掉，弄得浇水只能我自己来这样。对啊，有你某种意义上讲，你也是一个帕鲁。所以在对待帕鲁方面，你也可以让幻兽们鬼畜般的工作压榨他们，也可以善待他们，让基地成为幻兽们的天堂。在这方面，我跟娜娜总是发生冲突。要不把这个给宰了？我出去砍就行了，你怎么能想着自己家里的你要杀了他呢？
除了丰富有趣的设定以外，游戏对帕鲁动作的设计也是相当优秀的。帕鲁们动作可爱，而且给他们赋予了丰富多样的动画模组，比如搬东西时，不同帕鲁的搬运姿势是不一样的，洗澡时的动作也不一样，被抚摸时的动作也不一样。同样是砍树挖矿啊，有的小帕鲁会手上拿着斧头、镐头等工具，而有的帕鲁，比如野猪会用獠牙拱石头，花冠龙会用尾巴敲树，紫霞鹿会用犄角撞树等等。这种对帕鲁栩栩如生的刻画，仿佛赋予了他们灵魂，大幅增加沉浸感。即使单人游玩，你也会觉得你的基地熙熙攘攘，充满生机，非常热。在跟帕鲁一起生存建造这个玩法方面，在抢先测试版就能获得如此体验，我是觉得做得相当好。接下来我们看帕鲁战斗方面的玩法，也是相当有意思。首先跟玩家一样，帕鲁也可以升级，战斗和干活都可以获得经验，并有火、土、龙等9种属性之分。有的帕鲁同时会有2种属性，比如上面讲到的小企鹅就同时拥有水系和冰系属性。然后每只帕鲁都有一个伙伴技能，这是每种帕鲁独有的技能，是让每种帕鲁有别于其他种类的，最能体现这个物种特点的一个属性。比如小绵羊的伙伴技能是可以拿来当盾牌，鸡的伙伴技能是下蛋，火狐可以当喷火器用，有的可以当飞行坐骑，有的能增加队伍里特定属性帕鲁的攻击力等等。目前游戏里有111种帕鲁，所以也就有111种伙伴技能了有各种五花八门。而你可以最多选5只帕鲁进入你的队伍里，跟你一起外出探险。虽然同时只能有1只帕鲁被召唤出来，但这5只的被动伙伴技能是同时被激活着的，所以你可以根据情况抽选5只帕鲁，构筑不同的 build。比如平时出去采集的时候队伍里可以放个捣蛋猫，增加背包负重，再放个叶妮妮，增加砍伐伤害。出去开拓寻宝的时候可以带上显示附近地下城位置的庞克鸭。而去打 BOSS 和精灵怪的时候就得从你目前拥有的帕鲁中选出5只最强帕鲁，组建最强战力了。然后每只帕鲁能学会3种攻击技能，会随着帕鲁升级逐渐解锁。攻击技能不仅带有属性判定，很多技能还都有被撞飞、冰冻、麻痹等收集反馈所以帕鲁之间的战斗还挺好看的。就连游戏世界观里公认的最弱帕鲁小鸡和小羊之间的战斗也是惊天地泣鬼神。除了这3个攻击技能以外，很多帕鲁的伙伴技能又会给你提供额外的战斗选项比如电刺猬可以拿起来扔，引发雷暴，但你首先需要造专用手套。翠叶鼠可以跳到你的头上攻击你的目标但需要造翠叶鼠专用机枪等等。有的帕鲁的伙伴技能是可以当奇宠，而骑上帕鲁之后，你不仅移动速度变快还可以直接使用该帕鲁的技能进行骑战。在这你也可以了解到每个帕鲁技能的冷却时长了，而且在骑乘状态也不会耽误你捡宝箱、射箭，甚至扔帕鲁球捕获帕鲁等行为这种设计非常贴心。而且通过观察，你还能发现不同帕鲁们有不同的隐藏特性比如带着大型帕鲁在野外走动，小鸡小羊们从远远的就开始被吓跑了，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没那么害怕。这些鸡的脑袋上冒问号，说发生什么了？叫你们看热闹，叫你们。大型奇宠，比如紫霞鹿，光只是从小动物身上正常走过去就会把它们踩伤。猎狼虽然不能像紫霞鹿那样做空中二段跳，但它的骑乘速度会比紫霞鹿快等等。然后游戏里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发生怪物攻城事件，就是一堆怪会攻击你的基地，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喜欢。而跟野外战斗时你只能召唤1只帕鲁参与战斗不同，因为在基地里是有一堆劳工在干活，所以基地一旦受到袭击整个基地就会炸开锅似的，会变成大混战，场面还是蛮火爆的。随着科技发展，你还可以造沙袋，指派1个帕鲁常驻警戒，也可以用大型栅栏把基地围起来。但我们为了保持美好风景，让基地处于开放状态。而且目前为止来攻城的怪物们下场都很惨。除了帕鲁以外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战力，可以装备各种防具、武器升级了还能分配技能点。然后战斗时你还可以翻滚闪地，动作灵活，打击感也不差。所以和帕鲁并肩战斗的体验还是蛮不错的。我要补充一点，这里面可以制作衣服嘛，然后你如果能拿到更好的图纸，还可以制作稀有什么更高等级的衣服。装备还有图纸。对呀，图纸可以开宝箱开到，然后也可以跟那个商人买。那你给我做的衣服是？有有稀有属性。游戏的世界相当大，
你可以用徒步、游泳、攀爬、滑翔翼、骑乘等各种方式探索这个世界。不同的帕鲁栖息地会不一样。在帕鲁图鉴，你可以查看每种帕鲁的栖息地。游戏还有昼夜变化，夜晚很多小帕鲁直接会在野外躺地睡觉，这时攻击它们会必定造成暴击，而且也更容易捕获。而有的帕鲁只有在夜晚才会出没。用帕鲁球抓帕鲁时，瞄准帕鲁长按蓄力，还会预先显示捕获成功率。这个数值受目标帕鲁的等级、剩余血量、是否背对玩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你的帕鲁队友满了的话，捕获的帕鲁会自动进到帕鲁终端里的帕鲁池，很是方便。而且捕获时照样能从帕鲁那拿到资源，跟击杀拿到的资源是一样的。所以捕获 BOSS 帕鲁时也不用担心拿不到高级资源了，这又是一个贴心的设计。有时你还会遇到普通帕鲁的稀有版本，稀有帕鲁会闪闪发光，必定会带有稀有特性，攻击力和工作速度得到加强，体积也会特别大。此外，3个攻击技能组合也会跟同类普通帕鲁不一样，而且体型更大。所以娜娜就总喜欢把精英帕鲁放出来当劳工让整个基地的运转陷入严重的危机。没有，给大家看一下我那个剧情编迷你，大不大？大不大？在世界各地，你会时不时遇到 NPC 或一些笔记可以通过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背景故事。在世界探险时，你还会偶尔遇到帕鲁偷猎者们的窝点里面的坏人们和帕鲁会激烈的相互厮杀。消灭完偷猎者之后，还可以把牢笼里的帕鲁收编到你的帕鲁池里。世界各地还散布着 NPC 村庄但我们忙着赶路，没去体验相关内容。根据官方介绍，帕鲁的世界有多个派系存在应该也有相应的玩法。我们只知道你还可以攻击这些 NPC。在我们第一个基地周围就有一处帕鲁自卫队的营地。我们看到 NPC 头上的血条以为是怪，是个贼窝，不小心打了一下，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也变成空击状态了。不过我们的帕鲁们跟他们打成了平手，知道吗？我知道，我们的那些小绵羊，就只有我们俩被抱头鼠窜。跑。那我们分开跑吧。世界各地还分布着各种地下城供你下本，里面路线错综复杂，有各种宝箱和怪物。在地城尽头还会有 BOSS 等着你去捕获。不过毕竟是地底，走路时小心撞头。卡住了吧？这个脚。除了地下城，你还会遇到 BOSS 的巢穴，里面的 BOSS 很厉害。还好，一般 BOSS 巢穴附近都会有传送点，推荐传送为基地，把帕鲁换成最强阵容之后再回来打。BOSS 是个高级人才，捕获了能委以重任。比如我们捕获的第一个 BOSS 浪刃武士他的伙伴技能是奥义聚合斩，会火、冰、草3级技能，有2级生火和搬运技能，以及3级的伐木技能。伐木速度超快，动作也帅呆了连睡觉和泡澡的姿势也很帅。最后，世界各地分布着高塔，你的最终目的是打败所有高塔里的首领。每当打败他们你就能获得古代科技点，用来解锁强力的古代科技。有点耳熟。虽然探险世界时有上述内容可以玩但给我们感觉是世界有点空洞。虽然时不时会遇到漂亮的花田，也有绿林、枫叶林、黄叶林等不同地貌区域但不管是从视觉上还是内容上略显单薄。重复率有点高。当然，我们只是探索了整个地图的一小部分嘛希望那些还没来得及探索的地方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游戏除了跟帕鲁的互动以外跟其他生存建设游戏一样，有完整的盖房建设系统。在这方面首先游戏又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帕鲁终端范围之内放进箱子里的东西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全局使用的，不用为了什么造建筑模块而把一堆木头背在背包里这样帕鲁们制作东西的时候也一样，都是全局调用。感觉资源全局调用和创建角色时去性别化渐渐成为今年游戏开发的一种趋势了资源全局调用除了能大大方便建造和制作流程以外，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用不着记什么东西放哪个箱子了所以可以到处建箱子，东西随便丢进最近的箱子就可以了，很是方便。而且幻兽帕鲁里又有大量装饰品自带箱子的功能，所以基地各处到处摆放的箱子会让基地看起来更自然，更富有生活气息。在盖房方面，游戏采用的是弱承重机制就是只要下面差不多有墙顶着就可以往上盖，不用设计承重结构。建筑材质方面，除了木质建筑以外，随着角色等级提升，还可以解锁石质和金属建筑。游戏提供的建筑模块比较少，但建出一个得体的房屋是够用的。可能因为是抢先体验版，建筑方面还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屋顶很难定位对齐，无法往下延多个楼梯，楼梯的底边无法跟地基对齐，导致很难从高处往低处扩建等等。希望这些问题在正式版得到改善。
而它在建筑方面的一个优点是装饰品种类繁多，建模精致，而且都很有特色。而且各种风格的壁橱、柜子等家具都能实际装东西。但奇怪的是，椅子不能坐。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角色等级25级时装饰出来的室内景象，而以后还能解锁淋浴器、钢琴等更多富有特色的装饰品，还可以解锁电力系统，用电吸帕鲁供电使用电灯等电力设施，应该可以把室内布置得更为好看。盖出来的房屋还会有庇护效果，夜晚温度会急剧下降。如果身上没穿保暖服的话，在户外会掉雪，这时进带屋顶的房屋里就没事了。除了房屋以外，随着等级提升，以后你还可以建各种千奇百怪的设施，比如帕鲁压缩机可以用来强化帕鲁，还可以建配种牧场让不同的帕鲁交配出混种。混血。在我跟娜娜连线游玩的2天期间，并没有发生掉线等情况，但人物间的同步好像有点问题。连线玩家的走动有明显的卡动感，不流畅，甚至有时短暂看不到对方。在连线游玩时，如果倒地了，还可以被队友复活。我们打 BOSS 的时候，就是我倒地之后，我们的帕鲁们在那牵制着 BOSS， 期间娜娜成功把我复活得以继续战斗。世界各地的地下城是可以多人一起进，但高塔首领战只能一个人进去打，娜娜就直接放弃了。在帕鲁终端，连线人员各自拥有独立的帕鲁池，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抓到的帕鲁，但部署的劳工帕鲁是连线人员之间同步共享的。所以如果我从我的帕鲁池拿出一只帕鲁部署为基地劳工，那娜娜就会把这只劳工帕鲁收回到自己的帕鲁池，这样这只帕鲁就成娜娜的了。娜娜用这个方法顺走了我很多帕鲁。我没有顺走，我只是调换。还有就是在建造与制作方面，因为游戏里所有工作任务都是消耗时间的，所以在前期帕鲁很少的时候和队友一起建造，效率还是提高不少。怎么是反的呀？你不觉得它反了吗？一个人同时只能召唤一只帕鲁，2个人连线就可以同时有2只帕鲁了。2人带着2只兽，吸附其他很多兽，还是蛮惬意的。人多了应该会更热闹。而且每个玩家可以各带5只帕鲁，所以也可以玩幻兽 build 的配合。比如我组的是攻击流的帕鲁小队，而娜娜组建治疗辅助类的武兽 build。但现实是娜娜带的帕鲁一直是棉宝宝之类的可爱帕鲁们。还有公主。总体而言，幻兽帕鲁比预想中要好玩得多，意外的出彩。这得益于开发团队确实在这款游戏最核心的地方帕鲁机制上下足了功夫，在帕鲁种类、工种种类、属性种类、技能种类等方面做足了量大管饱的同时，又用丰富的特性机制给帕鲁赋予了随机性，双管齐下，提高了帕鲁收集的乐趣和耐玩度。再配上可爱丰富的各种帕鲁行为模组，还有各种细致贴心的便利性设计整体体验相当不错。但有点单薄的世界，不知能不能撑起前期新鲜劲儿过后的后续体验。正式发售之后如果官方运营好的话，我是觉得这款游戏将会又是一款生存建造游戏的大黑马，让本就百家争鸣、群雄并起的2024年生存建造游戏界激起更多的浪花。你是不是只认识好多黑马？你是不是你见过的马厩里只有2024年是黑马之年。好，不，我还要补充一点，是为什么我会从那么低的分数到我觉得还不错，我愿意去玩的一个游戏。首先有一点就是，只要这个帕鲁成为你的伙伴了，然后出战的时候不小心死掉了，你是可以把它拿回你的那个帕鲁终端池，花一点时间让它复活。那也就是说，我投入感情互动的这个帕鲁，我就不会丢失它。你对一串代码投入感情？很多人都对代码投入感情，你不是喜欢地法吗？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以前高中、大学的事。第二点，之前我给他打最低分的关键原因就是你讲了一堆可以对帕鲁做很残忍的事情，但是真正玩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不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以坚守自己内心的这个律法，坚守自盗。开始你说当你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你可以把帕鲁杀掉。我以为这个游戏里面获得食物非常难，会引导你或者是强迫你去杀掉自己的伙伴。但是真正玩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食物其实很好获得，种类很多。对，帕鲁们只要吃果子就吃得很开心了，给他们稍微烤一下果子，他们就吃得很开心。我也是。对啊，你也是吃个果子就很开心了。所以说我是只能吃果子，你把好吃的都给帕鲁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游戏我不喜欢的地方原来是可以规避掉的，所以但是就当然它也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嘛，而且没有小地图，还有点空洞等等等等，就看这个厂商后续的动作。